你是怎么把钞号转出去的？这次的港币上，谁是华商的组织者？你跟他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对。起こして続けろ。もうい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だ。よくわからんのだが、君はなぜワイホの財務担当じゃなくあのチャオレンユが。それにだ、彼はずっと君の厳重な監視下にいたんだ。どうやって情報を伝えたんだ？誰が彼の連絡役になったんだ？どのようにして伝えたの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しかし接触者については疑わしい者がいます。誰だ？何志遠です。何志遠？はい。これが彼の情報であります。この資料を見る限り単なる普通の商人じゃないか。マカオ特務機関長として君の注意力はこんな小物じゃなくてもっと大物に向けなきゃダメだ。失礼します。なんだ？将軍、新たに鋳造された貨幣の見本が届けました。どれどれ。先生们，经过大西洋银行董事局代表投票表决，全票通过，并报请了经济总局审核批准。那么接下来，我代表董事局正式宣布，聘请何贤先生兼任我们澳门大西洋银行首位华人业务经理。何先生，公事愉快。承蒙董事局信任，我定当恪尽职守。衷心祝贺你。まだまだだな。将軍、触ってすぐ分かります。偽物です。これじゃワイホの印刷工場もダメだな。おい、総兵班全員の前で主任総兵士を銃殺しろ。それと残ったイギリス人ともに期限は1ヶ月。それまでに基準を満たした監禁権が作らなければ全員銃殺に処すと伝えろ。はっ。将軍、中国政府の監禁権は特殊なポンド用紙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で、偽造防止水準は極めて高く、普通の紙では代用できません。ポンド用紙がなければいくら造兵士を脅しても効果はありません。印鑑用紙に問題があることは十分分かってる。だがな、我々はありとあらゆる銀行と印刷工場を捜索して用紙の在庫を
押収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奴らに解決案を考えさせずに一体どうしろってんだ。そうだろ。戦争の帰数は結局のところ財力と物資の供給力によって決まる。今回の香港ドル戦は尾形の傲慢と愚策で惨敗を喫したが、モスク皇軍は香港ドルを廃止する。そうなればマカオの貿易から金融に至るまで完全に支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ザー君、これこそが君の次なる最重要任務だ。分かったな。はっ。康教练好的。昌哥，日军飞机起落架4，汇总吧。飞将继续监视。好的，昌哥。朱宗贩子。哦，就是联昌公司来了个中山商人，姓张，牌面倒不小，我看连斋藤都亲自迎接。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是个卖朱宗的。你现在呢，放下手里其他事儿，就盯这姓张的，摸清他动向。这个卖朱宗的是怎么回事啊？很重要吗？你知道大炮、飞机、坦克最怕什么吗？什么？生锈，尤其是军舰，海风海水腐蚀性强。那每个月呢，军舰里里外外都得刷防锈漆，而刷防锈漆的这些刷子呢，都是一次性的。那跟朱宗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刷防锈漆的刷子呢，上面的刷毛，最好的材料就是中国土著的朱宗。难怪日本人飞这么多舰买朱宗。其实中国的战略物资重要的呀有很多，交战的各国呢都想打破脑袋腰，所以这些才是重要情报。明白了，哥，我会查清楚这个汉奸动向的。下一项。January 02 Intelligence Officer Yang Chang, $95 Hong Kong. To Trainee Officer Xiao Feng, $50 Hong Kong. 因为上级二没经费，连情报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像我们这种情报站，炸了得了。也就你这种傻瓜站长，还把这服务站当回事儿。呀，贤哥，因为我及时退出护盘行动，避免了联昌的损失，斋藤要升我为航运经理。可是，升职不是好事吗？怎么愁眉苦脸的？我未婚妻现在坚决不答应啊，她不许我去干这份差事。也难怪，现在哪双眼睛不盯着运物资的货船，又有哪天不出个几次的事呢？你当这个航运经理就必须要压船，人家姑娘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未婚夫做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呢？要只是这样，我也不会专门来找贤哥您倒苦水了。还有什么事啊？其实我真正过不去的，是怎么说服我自己。联昌做的什么生意？那些高价收购的物资都提供给了谁？别人可能不知道，您还不清楚吗？以前我只是一个小秘书，我可以说不知内情，只为了混口饭吃。可要真当了航运经理，一船船货从我手中运出去，我还能继续自欺欺人吗？我也知道，我这个穷小子要成家，我总得混得像个样子。我更知道我不干，多的是人抢着去干，联昌也不会因此少卖1分钱货。我就是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贤哥，你说，这个航运经理我应不应该做？洪生，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其实我也知道，有些选择终归只能由我自己去做，但我心里就是烦，所以忍不住想要找贤哥您聊聊嘛。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好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可你总得吃点东西吧？你何况现在还病着呢，啊？你放心，我呀已经托香港的朋友打听了，一旦有乔先生的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我去给你打点热水啊。何叔叔，小鱼，这些天乔老师怎么样？一直在请病假，去看他也不说话。小鱼，你帮我把这些给乔老师吧。何叔叔，你不进去吗？我就不进去了，谢谢啊。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一婉生病了，所以还把那个哥哥回来当好人呢。你是怕他病得不够重，还想来刺激他是吗？洛曼先生，我真的只是……走啊！叶曼，骆博士，这个还给您，我真的没事，谢谢。伊满，何太太，林婉，我来看看你。林婉儿，你哥哥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是阿贤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现在也不想见他。万琪，我发现你这咳嗽是越发严重了。平时工作再忙，身体还是要注意的。不行，你就去柯先生那检查一下，心里也踏实。没事儿。嫂子，这么多戒指，到底选哪款？看你平时不声不响的，挑起求婚戒指来，还真是用心啊。这个怎么样？很漂亮，百欣会喜欢的。这个好看。
嫂子的眼光，百姓肯定喜欢。哎，您好，就这款了。这款戒指是需要定制的，价格是880元。好。先生，麻烦你写下圈口数据。880元。先生，本店不收港币的。澳门向来都是通行港币啊，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规定？报社刚出了号外，日军已经宣布废除港币，而改用日本军票了。不好意思，先生。这次登门拜访是为澳门政府传达七国联军总督阁下及大日本皇军华南司令部的正式通知。即日起，凡我立法控制地区，任何携带、使用港币者，均视为经济犯罪。所携港币一律强制收缴，罪犯不必审讯，即行处决。可，澳门也同样通行港币啊！你们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宣布废除，你这不是逼死澳门吗？这事从何说起？我地方废除的是我方控制地区的港币，澳门要还是想用，尽管在自己内部用。大日本帝国可没有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可是你们明明知道啊，澳门完全依赖于周边地区的贸易来生存的，你们宣布废除，那等于就是断绝了澳门一切的贸易生存，这不是逼死澳门是什么？陆本局长，先不要着急嘛。我们大日本帝国也并非不近人情的。实不相瞒，吉谷总督阁下知道废除港币不免波及澳门的经济与民生，已经替澳门考虑好了一条出路。特向贵政府提出一个友好的建议：澳门不妨像香港一样，改用日本军票为你们澳门地区的法定货币。只要贵政府接受这个建议，香港方面和大日本皇军必将提供一切协助。你们是纯粹趁机敲诈！我说的是友好的建议，何况除此之外，澳门现在还有其他出路吗？军票，这东西日本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连厕纸都不如啊！要用它的话，那不如让日本人来澳门直接抢好了。道理政府也明白，但澳门这么大一个地方，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是啊，真要是找不出港币的替代品，那政府就算是不想用军票，恐怕也难啊。原本以为日本人废除港币之前，总得发个公告，缓冲一下，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这是要逼死澳门呐！我记得以前大西洋银行是发行过澳门币，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澳门从此用自己的钱呢？这个办法，经济总局和大西洋银行早就考虑过了，但事实上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葡萄牙根本就不生产印钞纸。之前试发行澳门币也都是在英国印制，海运回到澳门，但港币在澳门已经根深蒂固了，澳门币根本就打不开市场，所以政府跟大西洋银行也就放弃了自行印钞的计划。连印钞纸都没有，又怎么发钞呢？没有印钞纸，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嘛。之前可以，现在不能了。战争爆发以来，为了防止对手伪造本国的货币，扰乱金融，所有能够生产印钞纸的国家都对本国的印钞纸进行了最严格的军事管制，一律禁止出口。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印钞纸，险恶港币是用哪种印钞纸印的？是不是一种叫 DRU 印钞纸？没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见过这种印钞纸，汇丰银行的，整整2大卡车。什么时候？在哪儿？乔老师，英文，我们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问清楚。也就是说，香港沦陷那一天，你哥哥提到了汇丰银行里藏着2颗金融炸弹，为了转移其中一颗，所以耽误了时间。 2颗金融炸弹，1颗肯定是那1亿多尚未签发的港币，这1亿多港币还没来得及处理，汇丰却寻求海军协助，将另外1样东西转移到军舰上，那足以证明，那些东西比这些港币还要重要很多。而这批东西，就是阿昌看到的印钞纸，对上了。可要是按昌哥所说的话， 因为日军轰炸导致那些印钞纸没有转移到军舰上，那乔先生是把这些印钞纸藏起来了，还是销毁了？咱们可就不好判断。阿昌，遭到轰炸是什么时候？大约下午5点钟左右吧。一晚，你赶到汇丰，看到汇丰被日本人控制，又是几点钟？晚上8点左右。你提到过说，你哥哥在中间往家里打过1次电话，具体怎么说的？ 他说出了一点意外，他需要留下来安排转移银行的一些重要物资，让我先走。你确定他说的是转移，而并不是销毁或者是别的？这是我和我哥的最后一通电话，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不可能有错。也就是说，乔先生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批印钞纸。 这还包括从军港到某个地方，再从那个地方回到汇丰的2段路程。这么一大批特种印钞纸，想要全部销毁而不引人注目，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所以，他肯定是把东西隐藏在了某个秘密的地点，而这秘密地点就在港岛。可如果这批印钞纸真的被藏起来了，那为什么上次传递钞号的时候，乔先生不把这个秘密一并留给你呢？ 这恰好证明，这批印钞纸目前是安全的，日军尚未得知其存在，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宁可将这个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也证明，在乔先生的心里，这批印钞纸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那它带来的危害，会比那1亿2千万港币带来的危害还要大10倍、100倍。 比1亿2千万港币还要大10倍、100倍，那会是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关金券。关金券？关金券使用的正是与港币和英镑相同的德拉鲁公司特种印钞纸。如果这一批印钞纸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唯一可以代表中国黄金储备。 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用于国际支付的关金券，就将遭受巨大的防伪危机。乔先生不惜一切也要保住这个秘密，正是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借此一举摧毁我们最后的家底。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而知情人可能只有2个，一个是乔仁宇，另一个就是负责押送的威廉。是。 这乔先生生死未卜，就算是活着，也一定是日本人的重犯。想找到他太难了。倒是像威廉那样的英国战俘，据我所知，日本人抓了1万多个，都关在赤柱的战俘营里面。我想应该不会太注意到他。目前的办法，就是先打听威廉的下落。我弟弟阿平现在在香港。 他路子广，人脉多，我让他想方设法打听打听。柯医生，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拜托你的弟弟，帮我打听一下我哥的情况？宁安，你放心，只要有任何可能，我让他尽全力。下一个。
滴滴答，是字母。你用点心好不好啊？哎呀，什么点啊、线啊、滴啊、答的，烦死了！你这么不耐烦，你什么时候能接完这份电报啊？这一封什么电报？这是我作为服务站站长该上进你的第一份电报。这电报什么内容？想知道啊？那你就好好学啊。等你学会了解码，你就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哦，回头再说。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昨天你就魂不守舍了，到底怎么了？你说话。柯正平回话说找到乔仁宇和威廉们的下落了。是住监狱死囚区？之前被关在香港宪兵司令部，刚刚转过去。那边戒备森严，具体的情况实在打听不到，所以乔先生无法接触，而威廉就关在战俘营。我弟弟呢，已经找到了接触他的办法。因为玛丽跟威廉原本就是夫妻，所以这次的杨昌和玛丽去香港找威廉，尝试的去打听印钞纸的下落。如果威廉真的知道，香港方面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让他带着杨昌和玛丽去找印钞纸。那也就是说，如果威廉知道，那么被救的人就只有他，是吗？我知道了。哟，史密斯太太，您要的上等人参刚好到了，里面看看货。好，那就看看吧。里面请。这是赤柱战俘营，隔壁就是赤柱监狱。无论是战俘还是犯人，都由监狱方统一看管。里面有一位台湾看守，是台湾抗日义勇队的秘密成员。乔仁宇和威廉的消息，就是他帮我们查明的。威廉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是监狱兼战俘营的大空头。大空头。不过也有一个好处，方便你们接触他。为什么？这里面关了上万英军战俘，现在日本人离不开像威廉这种既会英文又肯卖力的狗腿子来帮忙管理，所以对未来这个大空头待遇还算不错。如果生病，有外出就医的机会。你们看，监狱旁边就有一个小型医疗所，原本是为英军服务的，现在改为日军看守提供医疗。里面留用的也基本都是原来英军的医务人员。路子已经找好了，可以帮你们混进去。明天是台湾看守当值，他会想办法给威廉下药。一旦威廉进入医疗所，就靠玛丽去问消息了。William, it's me, Mary. Mary? Keep your voice down. How did you get here?
You, the chief of the British Army A Group? Mary, are you kidding me? William, I'm not joking. This is serious. Oh, I see. The stay call for me.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is amazing. I'm very touched. William, focus. I need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So you left the scene of the bombing. You left Chao Renyu and the printing plates. Of course I escaped. What do you expect? Me standing there waiting to be blown up? Stop with the nonsense. Let's get out of here. Stay put. I'll be back in a moment. Where are you going? If you don't want the Japanese to find you, you'll stay here and be quiet. 你就说威廉根本不知道银超是在哪儿。现在只剩强人女了，我们必须启动 B 计划，尝试营救他。可乔人女士被关押的死囚，接触都很难，怎么救？我这里有个想法，或许可以值得一试，不过嘛，需要威廉配合。Chao Renyu, the death row prisoner. How do you expect me to get close to him, huh? You bribe that guard Fuji all the time. You know him, he's greedy. Just give him some cash and he'll play along. How do you know all of this? Look, there's no time to explain. Is it a yes or a no? Yes or no. Yes or no. Even if I see him, how can I possibly send him out of prison? The same way that you got sick, he'll get sick too. I have the medicine. He just needs to take it. He'll fall suddenly ill. He's a high-profile prisoner. The Japanese have no choice but to take him to the clinic. As long as he takes it. Yes. Here is some money, enough to cover Fuji's salary for 2 years. And this is Chao Renyu's medicine. Who are you? No. No, I can't do this. If the Japanese catch me, they'll kill me. William! Chao Renyu is essential to us. If we don't rescue him, there's no way to move forward. He's essential? He's essential. I am your husband. If you have to save someone, you save me first. Just calm down, okay? Okay, dear. I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ll right? All this time. You kept me alive, you understand? This is not the time. This is the time. This is the time, dear. You're my wife. I'm your husband. Let's get out of here. I love you. I promise. I promise. It's gonna be all right. No. William, I really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Lieutenant William Jones of the Imperial Navy, I'm ordering you, as Chief of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to assist in the rescue of Chao Renyu. If you are still a British soldier, you will obey this order. This is what we are. We're strangers now, right? This is how you talk to your husband. You know what? I'm not a Navy officer anymore. Look at me. I'm a prisoner now. I don't have to take any orders. Well, what would it take for you to help? 连威廉一起救。你答应他了？ £10,000? You really have £10,000 in HSBC? It was handled by Chao Renyu, but I lost my deposit certificate. So now to withdraw the money, I have to ask him. But he is a death row prisoner for the Japanese army, heavily guarded. No one is allowed to contact him. Do you understand? Please, just please. It's gonna take 1 minute. And when I get the money, 60-40. 60-40. Huh? What does it sound? ここ1週間、マカオの商業は麻痺しており、市民は米や野菜の購入ができ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います。
長くて1ヶ月で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は持ちこたえられなくなり、帝国の軍票は必ず実施できます。よくやった。将軍、現在マカオには急務はございません。他にご指示がなければスタンレー刑務所に行きチャオレンユを再度尋問したいのですが。サー君、香港ドルはもう廃止されたんだ。それなのに紙幣番号漏洩事件にこだわる意味がまだあるのか？時間の無駄だろう。将軍、気になるのは紙幣番号が漏れることではなく、チャオレンユの協力者が誰なのかを突き止めマカオの地下反日組織を掘り起こすことであります。そ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あれば返事しろ。取り調べ許可書を発行してや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チャオレンユは公式宿の一番奥の房に入っています。ここは警備が厳重で、私命令なしに誰も接触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です。どうぞあちらへ。この扉なんで開いてるんだ。所長、それは不思監修長が少し中に入ると。おい、藤井、何してる？バカ者！はい。ここは死刑囚収監されてるのは知らないのか？なぜ連れ込んだ？それは。チャオレンユはこの牢屋にいるのか？はい。なぜこの牢屋を開けようとした？説明しろ。違います、弟。僕とは考えられません。このイギリス人、こいつはそのようになりたいというので。No. It wasn't my fault. It wasn't my fault. Listen, it wasn't me. I was forced. Someone wants to rescue Chao Ren Yu. I will confess everything. I just. 上司、今日のご一緒最初。英国製デラルイン兼用紙をトラック2台分だと？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よくやったな。でかしたぞ。これで重慶の監禁権も終わったも同然だ。さあ君、これは帝国に太鼓を立てたんだぞ。太鼓だぞこれは。ああ、しかし残念ながらウィリアムは陰険用紙のありか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彼が言ってることは本当なのか？この英国の男は死を恐れており、拷問を受ける前に自分の妻をも裏切っております。嘘はつけないでしょう。ということは陰険用紙の行方を知っているのはシャオレンユしかないのか？その情報を知った後にフイポンの職員に尋問したところ、シャオレンユは当日
印鉴用紙の移送作業を終えて銀行に戻り、ホイフォンの支配人チーリー・ビンと会い話をしております。つまりチーリー・ビンもこの情報を知ってる可能性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か。このチャオレンユ救出作戦から見ると、連合軍はマカオに専門情報部を設け、我々よりも早く印鉴用紙の情報に気づいていた。また抗日地下組織とも協力関係を築いている。甘く見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朝君が指揮を取り、あの英国人女性を突破口にマチュリス攻撃を仕掛け、連合軍のマカオ情報部と作戦に参加した香港の地下抗日組織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んだ。好，铁刚局，资料和照片我们都收到了啊。是。是。马上去找这个鬼婆的线索。好，明白。一旦玛丽将急救室窗外的那盆花收回去，就立即展开营救行动。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出发。我上次路线在脑里再模拟一遍，2条路线都是。昌哥，你跟我一组。玛丽，这次行动关键在你。还有什么需要吗？我们带的那支枪呢？卖榴莲啦！卖榴莲啦！尝一下吧。我两个。快，这个人突发疾病，立即抢救。这边来。石头，是他吗？四姑娘、太宰，好好呼吸了。嗨。太宰、連絡員を確保しました。よし、計画通り実行せよ。Mary, I've already told the Imperial Army everything. They know about Xiaorong and the printing paper. Your mission's failed. This game over. Do you understand? But the Imperial Army is merciful. They're giving you a chance to redeem yourself. The only thing is to help them bring in your comrades, all right? We can be together again. Even at last free. Mary, this is our last chance. You must take it. Yeah? 他答应了。答应了。很好。我问你，联络暗号是什么？窗户摆着一瓶花，我只需要摇动那瓶花3下，他们会进来接人。
提供在汽车站里，所有的老客都需要命令无情，我塞了。係。你，我来发信号。戦士に戒厳令を敷くんだ。建物を個別捜索せよ。不当と全ての海岸線を封鎖せよ。香港領民省を持参せぬ者は一人たりとも通すな。预定路线走不了了，只能走备用路线。这是澳门联昌公司的船票，联昌有日军的特许航运通行证，这是你离开香港的唯一办法。你真的看清楚了，麦瑞死了。看清楚了。玛丽和杨成呢？玛丽，阿贤，让他一个人先静静。收拾证件。码头临时戒严，任何人不得离港，所有人员接受检查。走。是有一艘同游船，因为日本人临时戒严，暂时被扣在尖沙咀码头。贤哥，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有办法把这艘船弄回来吗？这个戒严令是日军香港司令部的命令，我一个小职员，我哪有这个本事嘛？联昌公司不是直接隶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吗？这来头比香港司令部大多了。
你大小也是个航运经理，想想办法，总会有希望吧。不瞒您说，您在打电话约我见面之前，我就打算好从联昌辞职了，连辞呈都写好了。你现在不能辞职。那条船上到底有什么？船上到底有什么你就不要问了，知道多了反而对你不利。我只想说，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你一定要赶在日本人搜查之前，将那艘同游船连同船上的人一起弄回澳门。我拜托你了。好吧，贤哥有你这句话，我一定尽力而为。顾辰，谢谢你，记住了，时间不多，一定要抓紧。我知道了。大哥，查到了，那英国鬼婆就住在贫民区的一间棚屋里。集结所有的兄弟，立马出发。是。哎，给我！人刚走，分头追。是，走。OK。これは何だ？会長、会社の桐油運送船が拿捕された件ご存知じゃないんですか？拿捕は香港不当の臨時警備のためじゃないか。会社は協力しているだけなのに、なぜ君は辞任するまで？連チャンは背景が特殊で、元から中国商人は当社と商売したからない。それでも密輸業者から供給を受けられるのは航空の海上運送特許権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す。しかし今回、会社の桐油船が香港で拿捕され、知る者は航軍への協力と理解します。知らぬ者は連チャンが特権を失ったと判断します。これらの密輸業者が求めているのは庇護です。これじゃ誰が会社と商売するんですか？さっきから電話が止まりません。決まった商売が全て取り消しされました。自粛しかないです。一隻の船が借り出されただけでこんな子が生む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この件は確かに私が油断していた。ダメだ。すぐに船を取り戻さねばならん。他の船より先に解放させるんだ。我々連署の背景と特権を行使するためにな。経験例は航空方向司令部の命令でメンズを通してくれるとは。香港司令部はどうした？私の上には派遣軍司令部だ。辞表は持って帰れ。すぐ会社を代表し我々の船を取り戻しに行け。私は派遣軍司令部に電話を入れる。このような真似、今後に誰もができるもんか。ささやかなものですが、どうぞ。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すでに派遣軍司令部から通知が届いております。連商会社の船は必ず通すこと。ではなぜまだ通さないですか？実は兵米司令部の命令も厳しいもので、全ての船に連合軍の特務が潜んでいないか徹底的に調べ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そのため船に見知らぬ人物がいないか一度ご確認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そうすれば私たちも任務を果たしたことになり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どうぞ。全部人坐定，個頭提起身，接受檢查。経理、こちらの中に記者の関係者以外の人がいないかご確認ください。坐定啊！頭提起身。喂，個頭提起身接受檢查。
個頭提起身，你聾㗎？確認しました。ここにいる全員が連長の職員です。問題ありませ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可我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我把印钞纸都扔到海里了，别再逼我了。你们这帮畜生，住下！将軍、どうした？諸君、丸一日にわたる全面捜査の結果、不審なもの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マカオの方はどうなんだ？あの給与所も事前に撤退しました。特務隊はまだ有効な手がかりをつかめておりません。ということは残されたのはチャオヤンユの線だけか。はいね。おい、引き続き拷問を強化するんだ。阳昌那边暂时安置在华北渡，条件虽然差了些，但特务不容易注意，至少安全。他人怎么样？受刺激太大，整个人。宪哥，乔小姐那边怎么样？小鱼说，他把自己关在宿舍，不肯出来。阿贤，事情搞成这样，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可你是大家的主心骨，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想一想，下面怎么亡羊补牢。我知道。我办公室抽屉里有汇丰银行全体员工和家属的名单，你现在就去，先抓100个人，只有老人、女人和小孩。抓来后，就在这里，当着他的面，他和戚立斌说过哪些信，统统给这些人用上。1遍不过，就2遍，死掉1批，换下1批，100个人死亡了，再抓上100个。好。禽兽，小哥，どうした？那样的话，我要送给朝先生一份更大、更惊喜的礼物。
小姐，你们来看看。乔小姐在吗？哟，贤哥，怎么哪哪都有你啊？你怎么来了？啊，当然是找乔小姐来了。乔一婉小姐，这是史奇将军亲笔写的邀请函，择大择二，专程让我给您送来的。史奇。皇军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特意将您要求的会面地点定在了汇丰银行。届时，乔仁宇先生也会在他原来的办公室等着你。一婉，你这是在做什么？你们就只会让我等，等，从长计议。但我哥怎么样了？活着没有？有没有受伤？根本就没有人在乎。果然。事实证明，靠人不如靠自己。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资格管我？麻烦转告史奇先生，我会准时出现。明婉。你真的想好了？我想好了。抱歉，之前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商量。我去择机关要求见我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们能同意，所以想等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找大家商议。可你以身入局，将身处最危险的地方。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见到我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了，不是吗？既然你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支持你，一起执行完这个计划。至于后续的安全问题，我们会想办法。乔先生身上有这么大的秘密，日本人对他严防死守都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突然答应让乔小姐去见他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乔先生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泄露那批印钞纸的秘密，所以日本人也无计可施了。我们一直以为，以日本人残酷的手段，乔先生肯定撑不住，可没想到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居然有这么硬的骨头。乔先生既然扛住了酷刑，也要死守秘密，而殷婉又是他最在乎的人，他真的会说出情报吗？毕竟，如果说了，就是将殷婉往火坑里推呀。我会想办法说服他。我相信我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可咱们怎么当着敌人的面传递这么大的秘密，还不露出一点破绽？就算真的做到了，敌人也不会放过殷婉，任他把这些消息带出来。大家听我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我贸然的要求见我哥，日本人肯定觉得不对劲。就算没有从我们兄妹的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们肯定也会有所怀疑。但是就像柯医生说的，他们现在对我哥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从我下手。而这个就是我的机会。我赌他们一定会放我走，
然后严密监视，以便顺藤摸瓜找到印钞纸。我同意宁婉的判断。但现在这种情况，监视肯定无处不在，任何常规的方法都会被敌人察觉。我们必须要想出一种敌人根本想不透、看不清、察觉不了的方式，才能让殷婉安全地将这信息传递出来。我有一个办法。